穿越100年，我竟活成了宗门的一条狗。老奴才，你在本宫这里行杂役一事，距今已有100余载。本宫已知晓你寿元将近，念在你兢兢业业拜余载的份上，在你驾鹤西去前，可有何遗憾？本宫可尽力满足你。已经100年了吗？岁月真是不留人啊！我叫林默，是个悲催的穿越者。启禀掌门，老奴从小就进入初圣宗，对父母早已心无挂念。而今寿元将近，唯一的遗憾便是如今人世童子之身，老奴不敢有其他的奢望，只求掌门能赐老奴一名伴侣，陪老奴最后一程。死到临头还敢痴心妄想，呵呵，你这老奴倒是个劲种，死到临头了，居然还想着这方面的事情。果然你们这些男人都是一个模样。本宫倒是奇怪了，以你这副风中残烛的躯体，还有那方面的需求？也罢，你这副下流的德性，倒也符合我们初圣宗的风格。本宫便大发慈悲，满足你的愿望。本宫很想知道，像你这种风中残烛的躯体，究竟还行不行呢？可不要让本宫失望哦。谢谢掌门。这100年，我光是活着，就耗尽了所有。这牛马的一生，我如履薄冰，连女孩子的手都没碰过。本宫不需要敬重的感谢，该去做你该做的事情了。记住，要死了就死外面去，别弄脏了本宫的地方，否则本宫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是，穿越者混到我这个地步，也真是失败。整整7天，我终于扫完了这座宫殿。是啊，说好给老夫的女人呢？这女魔头居然耍了老子！果情柳如烟这女魔头在耍老夫，说好满足自己的临终愿望，赏赐自己一名年轻女子，结果你倒好，直接缩在紫仙宫里修行不出来了。这是柳如烟那个女魔头的声音，是她修炼的阴阳邪魔功。阴阳邪魔功唯有阴阳结合，方能发挥最大威能，如若功法便不完整。可他100年从未带过道侣回来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好，不顾老子死活，自己反倒躲在这里偷偷爽是吧？眼珠子不要了。平时不是不让我看你吗？今天老子就把你，你又当如何应对？临死前这波不亏。我了个魅魔！奶奶的，要是能和他来一场终生难忘的邂逅，老子死也值了。本宫就不该修行这阴阳邪魔功。这破功法竟把本宫逼到如此境地，强是强了点儿，但本宫岂会让玷污我？作恶多端的女魔头，没想到你也有今天。何方宵小，给本宫滚出来！门外有人。完了，我命休矣！竟是这个滚！本宫的容颜岂是你这种可以看的？本宫定要挑断你的全身经脉，剥去你那，挖去你的双眼，将你钉在柱上，在无尽的痛苦折磨中死去。老子都嘎了，还怕他个球？掌门，老夫本就没多少时日了，你真觉得我还会怕吗？躲在这里自娱自乐，有点暴殄天物了。掌门，不如让老奴来助你修行，如何？你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，找死！本宫这就捏死你这只虫子！怎会如此？这股渴望是阴阳邪魔功。他
竟然杀不了我。掌门大人，你可知老夫在出圣宗的100年是如何过来的？这些我就不说了，牙碎了就往肚里咽。我寿元将近10日无多，临终遗愿也不过是想要一名年轻女子陪陪老夫罢了。可你为什么要躲在这里修行，浑然不顾我的临终遗愿？竟敢蹬鼻子上脸，所以这就是你这出现在这里的原因。给本宫公站住，再往前一步便是死。无尽地狱对老夫而言，在出圣宗的100余载才是几回再害怕无尽地狱。掌门大人，让老夫助您修行一次，便当您满足了我的临终遗愿吧，如何？滚！混账东西，也不自己什么德行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痴心妄想！你胆敢碰本宫一根毫毛，本宫定将你这只蛆虫捏成7粉！不是好癞蛤蟆，眼下你要是气得能杀着我，我早就被你挫骨扬火了。我想是因为你修炼功法的原因吧。100年屈辱，今日该讨点利息了。如此惧色，将来便宜其他男人，倒不如便宜老夫。把你的脏手从本宫身上拿开，否则根本反抗不了。掌门大人，您不是说想看看老奴这一身武艺是否还堪大用？那就有请掌门出手。混账东西，马上给本宫滚出去！本宫尚且可以留你一条全尸，否则待本宫恢复，定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横竖不过是一死，老夫早就抛诸脑后了。老夫给你当了100年杂役，你也羞辱折磨打了老夫100年，这不过是给老夫的一点小小补偿罢了。停滞数10年的修为，竟然松动了。敢玷污本宫，他必须死。掌门大人，能与你来一场邂逅，老夫来这世上一遭，也算死而无憾了。要杀要剐，请便吧。竟真的半点不怕死，玷污了本宫，真以为自己可以如此轻易获得解脱？虽然很不想承认，但不知为何，本宫竟觉得他没那么不顺眼了。本宫竟被一介杂役卡了几10年的桎梏，竟一夜之间被捅破，本宫迈入炼虚期了。若没有他，本宫或许还要100年才能突破。这功法竟只认他的阳气。一枚续命丹，能给他续3-5年寿命。为了修炼，本宫可以给他一次机会，但若他再敢僭越，本宫拼着转修功法，也要将他扒皮抽筋。掌门大人，老夫这辈子是被你折磨过来的，如今老夫这具老骨头也经受不起折磨了。你若是想解气，倒不如给老夫个痛快。本宫有说要现在杀你吗？这又是几个意思？你没有拒绝的余地。若你不自觉，本宫会亲手替你自觉。滚出去！想让我修炼，不应该先提升我的灵脉吗？就我这废不拉几的灵脉，能修炼得了阴阳邪魔功？灵脉是修炼的基础，灵脉品阶越高，吸收灵气越快，修炼速度越快。1至9品以及9品之上神品，灵脉基本是天生的，后天提升贵得吓人。就算柳如烟肯砸钱，以我这把年纪，这破身体，想死不让死，这女魔头疯了。以前怕死，拼尽全力苟活，现在想死，她反倒不杀我了，我找谁说理去？我这盏残烛若能重燃光芒倒也不错，可惜这功法我居然看懂了。不对，怎么回事？这是老夫能看得懂的吗？灵脉还是半条，修为还是炼气2中，到底哪里出了问题？我的阳气居然这么旺！且慢，至阳至刚，阴气冲击激活，10000分之1概率纯阳圣体。难道说我激活了纯阳圣体？老天有眼，老子翻身了！我说怎么鏖战1晚上没被死，果姑是和那女魔头阴差阳错激活了纯阳圣体。老天有眼啊！刚才还说奇迹不眷顾我，没想到回旋镖来得这么快。纯阳圣体，悟性逆天，修炼速度如龙吸水，悟性绝顶。别人看不懂的晦涩功法，在我眼里就是康庄大道。功法是地基，
越顶级容纳的灵力越多，管它是不是邪修功法，能用就是好功法。咦，卷轴末尾居然有隐藏文字。乃阴阳邪魔功创始人邪魔大帝，此功法会永久绑定你第一次双修之人的气息，换道侣必遭反噬，轻则境界大跌，重则根基尽毁。这功法居然这么坑！你这管这叫小小的改动，还能再坑一点吗？若是身怀亿万中无一的纯阳圣体，则把本座上面的话当放屁即可。还好，吓我一跳。早说纯阳圣体不受影响不就行了吗？我终于明白他为何不杀我了。柳如烟这女魔头想继续修炼功法，就绝对不能杀我。感情她是想把我当成长期的专属修行道侣啊。待我修炼起来，谁把谁当道侣，那可就不好说了。寿元将近，全靠这枚丹药了。真是神奇，这丹药竟真的能逆转生机。百年桎梏，今日终于破了。果然，这纯阳圣体半个月突破，比以往快了100倍不止。赵主管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根据杂役部的人事记载，你这会儿应该受重请了。倒是令我没想到，你居然还如此容光焕发。也许是上天眷顾我这老头子吧，还能为掌门大人尽最后一份薄力。那倒是不必了，上面已经指派了其他人来负责紫天宫的杂役事务。既然你这具老骨头还有一些时日，便回杂役部好好安享晚年吧。赵主管，你说的这个将来是指明天还是后天？明明已经快要入土了，你的脑子倒是还挺好使。我一无背景，二无人脉，全靠掌门亲自提拔，这一干便是100年。从当初意气风发的少年，到如今白发苍苍的垂暮之人，寿元将近，他们便迫不及待要抢位置了。老杂碎，我看你是完全没搞清楚自己是什么货色，你也配让管事大人亲自来？赵主管，这里可是紫天宫门口，你若是敢胡来，可得考虑清楚，你是否能够承受得住掌门大人的怒火。给我乖乖在这里等着，老杂碎！老夫身子骨不好，便恕老夫不能远送了。赵主管，哼，阎王好见，小鬼难缠，说不定柳如烟那女魔头就在紫天宫里看着呢。他不想管此事，或者说他想看我自己如何处理眼下的困局。他娘的，老夫现在要是铸机器，就不用这么麻烦了。对哦，我最大的优势就是在掌门手底下做事，还有100年资历。杂役部那些见不得光的琐事，我林默心知肚明。只要这封信到了柳如烟手里，这事儿就成了一半。可我这杂役身份进不去紫天宫。林老头，一阵子不见，你看上去好像精神了不少呢。老奴见过圣女。你怎么了？有事吗？只是有件东西需要拜托圣女帮老奴转交给掌门大人。没问题，交给我吧。我走了，拜拜，林老头。举报杂役部管事吕明通吗？有趣，那我更得呈交给柳如烟了。奇怪，刚刚我为什么会突然觉得林老头竟然还挺帅气来着？明明以前都哪里这种感觉。先去见师尊再说。竟然出奇的顺利，只要那封举报信交到柳如烟手里，我不信他还能无事。私下里的龌龊，他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可摆到台面上，千金都打不住。大不了换一个杂役部管事就是。谁给你的？苏雨，禀师尊，是门口的林老头。今后莫要谁给你的东西都呈交给为师，何况是区一个杂役，不是求救信，是举报信，将其交给执法堂，命他们彻查此事。除了杂役部管事吕明通之外，应该没有别人了。吕管事，好久不见，你看上去似乎越来越年轻了。你怎么知道我5年前刚进入筑基，寿命提升了200年？林默心里把吕通明问了个遍。林默，你小子见到我为何不跪？是骨头痒欠揍了吗？在掌门大人门口，你要老夫跪你？吕管事，你好大的威风啊！一段时间没见，你胆子倒是大了不少，是知道自己活不久了吗？紫天宫的杂役事务以后会有其他人来负责，你就会回杂役部给老子好好的安享晚年。怎么不愿意走？还是说要老子把你抬回去？进去！从现在开始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你不准离开这个房间半步。看好他。是。这一局，我赌掌门会管。
以柳如烟对我的态度，若是收到举报，定会顺着台阶下。无论在哪儿，实力才是唯一的真理。知道现在这种情况叫什么吗，老杂碎？当然知道，最后的狂欢。我可看不出有什么可狂欢的，你就像是掉进陷阱里的老鼠，杀不杀你全看我们的心情。旅馆是赵主管，知道吗？这个世界上只有愚蠢的人会死，死到临头还不自知。还在这儿跟我装？害怕了吧？这是一枚死气丹，服下它会疯狂吸收人体的生气，最后只剩一具腐朽的躯壳。明天旅馆时就可以对外宣布你寿终正寝，不会有人来调查的。赵主管，依老夫看，没搞清楚自身处境的人应该是你们。救兵该到了。老夫还是刚才那句话，这是你们最后的狂欢，但也到此为止了。可外面怎么回事？无情队长，无情队长，我们犯了什么事了？有人举报你涉嫌私下残杀杂役弟子上百人，利用职务中饱私囊，罪证确凿。林默，你举报老子！举报你就举报你，还要挑个良辰吉日吗？想弄死老夫，你够个吗？闭嘴！有什么话等到了执法堂再说。你叫林默举报人，也是受害人，需要跟我回执法堂配合调查，有意见吗？是，无情队长，没有意见。这个房间里的所有人都带回执法堂，收队。一夜突破炼虚，却落得境界虚浮，还是有些虚浮。想要巩固境界，至少还需10年8载。得益于阴阳邪魔功的缘故，通过合修之法，固然能加快自身修炼速度，但快速提升的修为并不算稳固。堂堂掌门竟被个杂役绑定合修功法，真是糊涂。早知如此，本宫该寻一个上好的道侣，如今却被一只蝼蚁趁虚而入，强行与本宫绑定，身份、地位、长相全方位的埋汰。看他那副风中残雨的模样，我甚至都担心会不会在某次修行中把他给榨干了。想找人稳固境界，却丢不起这个脸。找个机会，让那老东西来助本宫稳固境界吧。虽说我可以直接出面向执法堂要人，但我可丢不起这个人。执法堂找上门，我这老骨头怕是要遭殃。无情队长，您尽管问，我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不需要。很重要吗？我刚才查了你的资料，你在初圣宗待的时间也不短了，难道还对这里一无所知？活了100年，竟不知宗门黑暗到这般地步，这老夫实属不知。关于吕明通，上头给我的命令是，只管将其抓起来，即刻打入自修自焚之塔，其余的就归我管。对于各个部堂的内门弟子，我们执法队尚且需要讲证据，但是杂役部有这个必要吗？你似乎高兴的有点太早。吕明通被打入自修自焚之塔，于你而言确实是好消息，但还有一个坏消息在等着你。老夫不过是想安安静静的修炼罢了，有这么难吗？我有一个办法，可以一劳永逸。执法队长突然示好，我的住处正好缺一位杂役，你不如去我那里，我可以保你安享晚年。无情队长，老夫不过一介时日无多的杂役，何能承受您如此恩情？我不过是看你可怜，想帮你一把而已。那老夫就先告辞了。算了，不管了，还是赶紧回去为妙。该来的还是来了。师父突然传唤，不知出了什么大事。师父，您找我。为师昨夜让你去带杂役部管事吕明通，你把那位叫做林默的杂役也一并带回去了吗？一个杂役失踪，竟让师父如此动怒。杂役部的人昨夜并没有见到林默归来。那昨夜弟子确实是放他离开了，办事处的师弟师妹们都可以作证。为师不管你用何种方法，即便是掘地3尺，也要把他找回来。我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灵力被彻底封死了，能用这种级别法器的，除了执法堂的上官无情，不会有别人。他到底图什么？想夺取我的灵韵，还是被我这特殊体质的灵力共鸣影响了？造孽啊！至于柳如烟，指望他来救我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老夫已是将死之人，没有任何利用价值。你把我绑来有何意义？我问你，你在宗门内有什么人脉关系吗？其实老夫的人脉是掌门大人。你不会真觉得你在紫天宫当了100年杂役，掌门大人就会重视你了吧？杂役就是杂役，不会有任何改变。我也不想太为难你，我绑你来，只是觉得你身上有一股极其独特的灵力气息。只要你乖乖配合我，完成一场危险但刺激的秘法修行，说不定我一高兴就把你放回去。无情队长，
老夫年纪大了，你可莫要骗老夫。你觉得你有选择的余地？那你先把老夫放开吧，老夫愿意配合你。想跟我耍花招？无情队长，老夫不过炼气3重的修为，你觉得老夫能在你面前耍什么花招吗？倒也是。纯阳之气对任何修行者皆是致命的诱惑，而在这场掠夺中，谁是猎物，犹未可知。老家伙，你的战斗力还挺出人意料的嘛。炼气4重，阴阳交汇的功法，加上这特殊的体质，竟让这具枯木般的躯壳迎来了逢春的时刻。灵力共鸣竟有此等奇效，若能借此突破至筑基期，寿命与修为必将迎来质变。不急，慢慢来。无情队长，老夫刚才还算配合吧？可以让老夫离开了吗？但在你走之前，我还有一个条件：日后我若需要你协助引导灵力，不准拒绝。好吧。若是敢跟我耍花招，你应该知道是什么后果。才刚踏入房门，连一口水都未及喝下，那道不容抗拒的意志便已降临。在这紫天宫内，没有任何事能逃过他的感知。杂役部林默，见过掌门大人。规矩都忘了吗？抬起头来。怎么回事？为何现在看这家伙，竟没有了以往的厌恶感？难道是刚才进行灵力共鸣时留下的错觉？不，在此之前，他在我眼中不过是草芥。难不成是因为那套幽隐秘法的缘故？从你离开执法堂分队办事处到刚刚回来这期间，去哪儿了？禀掌门大人，也许是那天夜色太黑了，属下一时间迷了路。若不是紫天宫具有极高的辨识度，也许属下这会儿还在外面瞎转悠呢。是吗？是，绝不能让他知道上官无情的事。那个人若是知晓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若不是那颗续命丹，加上近期修为精进，今天这处境就危险了。他根本没下重手。果然跟我想的没错，掌门大人，你让我续面修炼，就是等我身体状况好一些了，再来折磨我，对吧？若是如此，就算你不驱逐我，老夫也绝不屈服。我不想放弃，但绝不能让他看出来，必须讹他一把，挣点尊严回来。本想让他辅助运功，但他身上那股陌生的灵力残息，实在令人排斥，绝不能让他产生被我钦定的错觉。满嘴谎言，本宫不过是对你略施惩戒，你有何可委屈的？那不知掌门大人今天找我来，所谓何事？阴阳诀的阳卷，你可练成了？禀掌门大人，侥幸练成了。被当面戳穿确实尴尬，但至少确认了2件事：他针对我并非无缘无故，而且他现在不想让我消失。为了不让他察觉掉我与上官无情之间的秘密牵连，必须赶紧转移话题。本宫看出来了，以你这愚笨的悟性，竟能真练成这门秘密法。
若你能自己摆平杂役部的事情，本宫再赏你5000颗灵石；若是摆不平，便自求多福吧。掌门大人，这如何使得？果然就不该指望他。不过杀鸡焉用牛刀，倒也符合他的行事作风。不要还给本宫。掌门大人，您也不缺这1000灵石，送出去的东西就像泼出去的水，哪有收回的道理？您说是吧？你觉得你很幽默？还行。哼，牙尖嘴利，你可以滚了。掌门大人，那我就先行告退了。找个时间去玉清池把身上的臭味洗洗，难闻得很。下次再来紫晴宫，你身上若再有这股臭味，本宫便让你好好回味一下年轻时的教训。知道了，掌门大人。臭味？我可是很注重个人卫生的，怎么可能会臭？这女人又发什么疯？有了这纯阳圣体，这几枚驻颜堂刀倒是派不上用场了。找个时间去趟交易市场，应该能换不少灵石。眼下最重要的，还是得想办法薅到柳如烟那5000颗灵石。5000灵石啊！为了这笔巨款，这鱼儿我不咬也得咬了。周泽炼气7重，宗门给的启动资金不过500，想要更多就得自己争。哪怕周泽不来找我麻烦，为了这5000灵石，我也得去找他麻烦了。得抓紧时间提升修为了。正常修炼，哪怕灵石充足，要凝聚第5道气弦，至少也得耗费整整1月。吕明通倒台，周泽接任管事。他有炼气7重，手下众多。我若想稳妥保命，至少需要炼气8重。可即便有纯阳圣体加持，按部就班也需要3、4个月，时间根本来不及。既然没有时间休息，常规之路走不通。好在我已修成阴阳秘法，只要找到具备互补灵气的同伴进行灵力共鸣，便能打破桎梏，强行破境。出圣宗的醉仙楼，那里有专门提供灵力引导与协同修炼的契约修士。只要灵石足够，单次契约的辅修足以帮我快速冲破瓶颈。这里是醉仙楼，是你一个杂役该来的地方吗？我找你们楼主。今天倒是我看走眼了，没想到你一个杂役，居然有这么多灵石。仙子，老夫现在可以进去了吗？可以，跟我进来吧。老夫是第一次来醉仙楼，仙子能否给我简单介绍一下这里的规则？要练气期的，还是筑基初期的？先来一位练气期的吧。仙子，可以挑吗？可以。在这熏香与阵法的作用下，他已忘却了恐惧，而我
只需完成这次灵力的共鸣。居然没有突破，距离炼气五重还是差了一步。是因为老夫境界提升了，还是说这名修士的修为太弱，提供的阵法灵力不够强盛？帮帮我，求你！帮你？怎么帮？被抓来这里的人，一旦经历过能量转移，失去了原有的价值，就不会再被留下了。他们会把我们关进禁闭塔，耗尽最后的力气。我不会怨恨你，我只想活下去。只要你跟他们说你要把我带回去就够了，求求你，将来有缘的话，我会报答你的。抱歉，小姑娘，你的生死与老夫无关。我自己都快自身难保了，还帮人，搞笑呢。不要走，求你，求你了！林墨这一生基本是在初圣宗度过的，像这样的事见得太多了。仁慈、天真、善良，在这里只会让人陷入绝境。欢迎下次光临。如果还是个懵懂少年，也许会心生侧脸，可惜他不是。至于门后之人的下场，与他何干？还远远不够。想要在没有奇遇的情况下快速提升修为，结论只有一个。随着修为提升，若再找低阶弟子协同修炼，收益已大不如前了。就算再去聚灵阁雇佣3次高阶陪练，把这1000灵石耗尽，怕是连突破到炼气7层都难。正常修炼的话，1000灵石倒足够突破到第8重。眼下还是得精打细算，先找炼气期的陪练过渡，方能收益最大化。明日先去把这只祝灵丹出手，再做打算吧。若是上官无情能再来一趟，倒能省下上千灵石。命运无法强求，只能听天由命。老杂役，你可知祝灵丹的普遍价格是多少灵石？应该是150灵石，不知老夫说的对不对？但150灵石是最高价，一般能卖个123就不错了。祝灵丹虽能提升灵气吸收，但对高阶修士效果大打折扣。5枚能卖出130灵石的高价，已是万幸。老杂役，走那么快干什么？怕我吃了你？无情队长哪里话，莫要取笑老夫了。倒是无情队长可是有事找老夫。呵呵，你还不算笨吗？他们这是想夺老夫的灵石。柿子当然要挑软的捏，更何况你不过是一介杂役，夺了你的灵石又何妨？只要不是被执法堂当场逮到，事后无人追究，这种不劳而获的举动，换作是我也会做。若不是我及时赶来，你现在的下场可不会好。你应该感谢我了。感谢无情队长，这个人情是老夫欠你的。若不是留着你对我的修为还有用处，这种闲事我才懒得管。什么好事都让你占了，你还不乐意？你知道宗门里有多少师兄弟想追随我，连我的影子都摸不到吗？你一个杂役，能被我看上，是你的福气了。无情队长所言极是，能和您扯上关系，也许是老夫3世修来的福分吧。行了，去忙你的吧，有我看着，暂时不会有人再打你手里灵石的主意。如果不是早与柳如烟暗中结盟，或许我还真会觉得荣幸。更何况我体内隐藏的纯阳圣体一旦觉醒，半个月内突破炼气8重绝非空谈，这送上门的机会我自然笑纳。600灵石，2道极品玄阴灵魄，果然如我所料。
炼气6重，成了。玄阴灵魄引导的灵气已经无法满足我了，突破到炼气7重所需的底蕴，比之前翻了数倍不止。必须寻找更强的灵力源泉。奇怪，这老杂役哪来的这么多灵石？而且这灵力波动的强度也太夸张了吧！那些年轻气盛的内门弟子也没他这么拼命啊。